上一讲我讲了量子世界的概率性，意思是说啊，如果一个光子还没碰到屏幕，量子力学会说它同时存在于屏幕前的每个角落。但当它碰到屏幕上以后呢，量子力学又改口说它只会落在屏幕的一个地方，但落在每个地方的概率各不相同。你看，没做测量的时候就没有概率，一做测量，概率就冒出来了。这说明什么呢？打个比方，这说明啊，光子到底要落在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不但他不知道，就连上帝也不知道。当光子碰到屏幕上的时候，上帝实在没主意了，只好通过掷骰子临时决定光子到底落在哪儿。你测量到的所有结果都是测量那一刹那的一种临时起意。于是测量过后，概率就冒出来了。这种概率到底是一种表象，还是量子世界本来的特征呢？它的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呢？这个问题曾经是量子力学史上最重要的问题。爱因斯坦曾经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波尔争论了很多年。这一讲我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刚才我描述了光子啊在测量前后的情况，你是不是很难同意？不但你不同意，爱因斯坦也不同意。当然，测量以后的事儿大家都看得见，确实有概率。爱因斯坦不是不同意这个，他不同意的是在测量之前，光子同时存在在屏幕前所有位置上的这回事儿。在测量以前，光子到底在哪儿，这事儿谁也看不见。这里啊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刚才我说的光子同时在屏幕前所有位置上，这属于哥本哈根解释，它的主心骨是波尔。而爱因斯坦呢，就是要反对哥本哈根解释。爱因斯坦说啊，光子肯定在某一个确定的地方，只不过啊，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你测量以后看到一堆概率，其实啊只是个表象，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没有概率性的本质。光子的位置啊，就是由这个本质决定的，而且这个本质一定不会因为你的测量方式而变化。这就好比不管你看不看月亮，月亮都存在一样，这叫做实在性。爱因斯坦相信，不管你测不测量，实在性都必须成立，所以说上帝不掷骰子。但波尔认为不对，爱因斯坦，你不能拿你平时的生活经验来指导上帝。光子还没到屏幕的时候，咱们谁也看不见，你凭什么说它一定待在一个确定的地方呢？你只能描述你看见的东西。当你没看见月亮的时候，你就没法描述月亮的位置，没法描述啊，就是不存在。你说的那个本质啊，既然看不见，那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波尔的观点是，量子力学天生就有概率性，没有实在性。总之啊，他们的根本分歧其实已经转化成了你做实验看不见的地方实在性到底成不成立这个问题了。这其实已经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冰山的场景。如果你只能看见海面以上的冰山，看不见海面以下的冰山，那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是长在海底还是漂在海里的呢？爱因斯坦想到了一个巧妙的策略，既然谁也看不见，那我就不直接证明实在性一定成立，我搬一个救兵，让救兵来帮我证明。这个救兵也是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局域性，局部的局，区域的域。局域性来自爱因斯坦的得意之作相对论。相对论认为，一切信号传递的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你对其他东西的影响也不准超过光速，这就叫局域性。爱因斯坦呢，是想让局域性这个救兵帮他把时代性救活。那具体怎么做呢？爱因斯坦需要找到一个量子力学的概念，让这个局域性把这个概念当中某个没测的东西给描述清楚了，那实在性就活了，他也就赢了。这个概念就是很多人熟悉的量子纠缠。什么是量子纠缠呢？请你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你在北京，面前有个红绿灯，我在上海，面前也有个红绿灯，这俩红绿灯都没点亮，我们不知道哪个是红灯，哪个是绿灯。为了说话方便，咱们给红绿灯啊再编个号，这两个红绿灯的编号都依次是1号、2号、3号。假如你用手一拍，1号灯亮了是红灯，那你就能瞬间推断上海的1号灯啊肯定也是红灯。你看，你测量其中一个灯，就能瞬间推断另一个地方那个灯的状态，
这种设定就叫量子纠缠。有了这个概念，爱因斯坦是怎么救活实在性的呢？他得证明他搬来的救兵局域性和实在性的命运是绑定在一起的，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这个证明就分为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先证明要死一起死。按照波尔的观点，实在性不成立，在测量之前呢，我看不见光子，光子在哪儿就不确定。放到红绿灯的例子里面啊，那就是说你得承认，我没拍红绿灯的时候，灯是什么颜色我就不确定，它同时是红色和绿色。好，我假设你说的对，但波尔还认为量子纠缠是成立的，那也就是说，他得承认我在上海拍了一下灯，瞬间就能知道北京的灯是红色。这个时候，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北京的灯，只能是我影响。那我不就瞬间影响北京的灯了吗？瞬间影响，这就是超光速局域性已经不成立了呀。你看，按照波尔的观点，局域性和实在性全都不成立，要死一起死。当然，局域性是不能死的，那样的话相对论就不成立了。如果相对论不成立，物理学的大厦也就崩塌了，这可绝对不行。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也就是要活一起活。爱因斯坦是这么证明的。我们刚刚假设波尔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次我们假设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正确的，局域性成立，你和我不管做什么，影响都不会传太远。所以呢，我拍一下上海的灯，会瞬间影响北京的灯，这句话就不成立了。但是有一件事还是成立的，也就是我介绍量子纠缠的时候说的，我拍了上海的灯，我就瞬间知道北京的灯是什么颜色。你看，咱们要是把这2句话放到一块分析，就会发现一个细微的差别。我能瞬间知道北京的灯是什么颜色，但它又不是因为我的影响而改变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颜色在我拍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你看，这不就是实在性吗？爱因斯坦的目的达到了。如果局域性能活，那实在性也能活。于是爱因斯坦在局域性这个救兵的帮助下，成功的把实在性救活了。他破除了波尔对量子概率的解释，建立了一种新的解释。这个解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因为局域性和实在性必须一块活，所以量子的概率都是表象，它的背后存在一种客观存在的不超光速的隐藏本质，这就是他那句上帝不掷骰子背后的完整含义。但爱因斯坦说了半天，也只是描述了所有人都看不见的东西。既然大家都看不见，那怎么证明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呢？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没人能判断，成了纯粹的信仰之争。直到2位科学巨人去世后，1964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贝尔才把这个信仰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贝尔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推导过程有点复杂，我简化一下，拿其中最关键的环节给你打个比方。咱们刚才说北京和上海那2个红绿灯，不是搞不清楚谁是什么颜色吗？咱们还是给那2个红绿灯都依次编号，1号、2号、3号。如果每次我只测量2个灯，比如这次测北京的1号和上海的2号，下次测北京的2号和上海的3号，再下次测北京的1号和上海的3号，那我问你，我就这么来回测，是不是总能搞清楚这6个灯谁是什么颜色呀？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这当然可以这在数学上是可以保证的，你总能算出来。但按照波尔的理论，那肯定不行。如果你每次测2个灯，就只能确定这俩灯的颜色，没测的那个你就不知道。比如，如果你测了北京的1号灯和上海的2号灯，那你就不知道这两边的3号灯是什么颜色。爱因斯坦那样算的结果肯定是不对的。于是贝尔发现，如果按照爱因斯坦的算法算，他就能得到一个公式。如果按照波尔说的呢，爱因斯坦的算法不对，那这个公式就肯定不成立。所以物理学家只要想办法按照贝尔的方案做个实验，得到的结果带入这个公式，就能判断爱因斯坦到底对不对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验物理学家不断改进实验技术，一次又一次地检验贝尔的公式，这些实验都叫贝尔实验。结果每一轮的贝尔实验都表明，贝尔的公式并不成立。
这就说明爱因斯坦说了要活一块活是不对的，实在性和局域性不能一块活。那问题来了，这个结果啊，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局域性不能活，依旧是必须承认量子力学会超光速，要不然我们就得选择另外一种可能。你不看月亮时，月亮就不存在。你测量到的结果，在测量前是不存在的，测量后才冒出来的。时代性啊，不能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局域性和时代性都没法活，这就更让物理学家头疼了。反正啊，前面那一种情况啊，选哪一个都很让人不舒服。回到开头的问题，量子概率的背后到底是不是另有隐情呢？贝尔实验告诉我们，至少不是爱因斯坦设想的那种不超光速的隐藏本质。后来的科学进展表明，不仅爱因斯坦设想的这种本质不存在，其他几种值得考虑的本质也被实验证明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概率性到底是怎么来的，但它好像越来越靠近波尔所说的那样，是量子力学的内在性质。你看，即使是信仰之争，最后也能落到科学实验和数学公式上。科学的边界每前进一步，非科学的边界就得后退一步。总结一下，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必须同时满足局域性和实在性，但是贝尔实验的结果指出，这俩特性不可能要活一块活。这就意味着量子的概率性到底打哪儿来？爱因斯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后留一个思考题，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以后，让你彻底抛弃了过去的某个看法呢？请留言述说你的思考。局域性和实在性这俩特性手心手背都是肉，既然它们不可能都成立，那我们应该抛弃哪个呢？我们下一讲详细讨论。